干嘛呀？脱衣服。脱衣服？脱谁的衣服？你别闹！不是，就这样别人看见了，别动，脱衣服。还有可别动！不是，你之前拒绝我，现在算什么情况了啊？哎呀，高定西装弄脏了，我给你洗干净，不许扣工资。哎呀，不用了。哎，你害什么羞啊，小朋友？姐姐比你大8岁，姐姐上高中的时候你还在玩弹弹球呢。7岁8岁。来了，脱了，别动！哎呀，哎，费劲。叫你不听姐姐的话，姐姐不跟人玩了，睡觉。什么情况？教呀，我好难受啊！你以为就你难受啊？你知道本总裁你那份合同花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吗？难受。就叫你好好躺着。哎呀，你好吵啊！吵死了！啊？你不要觉得你醉了就可以逃避我的问题。说吧，为什么拒绝？因为我是来自未来的，在我们那儿都已经2020年了，而我呢，已经33岁了。你是不是也学珊珊玩角色扮演？所以呢，这是蝴蝶效应还是黑洞频率？什么乱七八糟！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他叫林维军。那你见着他，你就会相信他。林什么委屈？哎呀，就是林维军，这是个秘密啊！你要帮我保住这个秘密啊！你要是2020年的人呢，那我就是2030年。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和一个长得像你一样的人，我们在一起生了一串金刚葫芦。小朋友，瞎说什么呀？姐姐还能骗你不成？你记得黑你的那些人吗？那叫水军，在我们那儿很流行用这种手段的，你不懂。哎，不过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姐姐要是跟你一起生葫芦娃，也挺好的。那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李明，李明，李明，你不会就这么睡着了吧？我没那么好糊弄你。
本总裁第一次告白，你用这么鬼扯的理由拒绝我，我不接受。我是还没睡醒啊。既然都醒了，还装什么睡啊？想不负责任是吗？什么不负责任？你胡说八道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对昨天晚上的事装失忆。昨晚什么事啊？我不会说什么了吧？你说，本总裁被拒这么丢人的事情，怎么可以让当事人知道？没关系，不说就不说吧，反正我也不是很想知道。你扒了我的衣服，解了我的皮带，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能说什么？焦总，没有证据的事情，你最好还是不要乱说。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没法证明什么，也不想证明。赶紧收拾，今天要回红宇。焦总，昨天晚上你和林助理过得精彩吗？我昨晚都说了什么呀？林助理，焦总，以后您有空一定常回来看看。一定，周经理，鱼荣山庄以后就拜托您了。您放心，那我们就不远送了。程军，你是今天回来对吗？我没走。我在准备晚餐哦，下班早点回来。小谢，给，你开我车。赵总监，那您怎么回去啊？那大家都是坐焦总的车走吗？张扬，这次你荣归宏宇，肖伯伯肯定会奖励你的，我也有份吗？当然，本总裁团队的人都有伤。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抵制破坏，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已经在回来的路上。各位董事，这些报道完全就是断章取义，请给我几天时间调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栽赃，我一定会给各位董事和外界一个满意的答复。既然焦总已经主动站出来担责，我们不如给他这个机会，把事情调查清楚。证据都摆在这，有什么好调查的？公司派焦阳过去，不过是前期搞查。他私自申请什么环境保护区，已经是有错在先，这又惹了一堆麻烦，让宏宇名誉受损。这件事，董事会必须严肃处理。先斩后奏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焦总，请问有谁能证明你说的？
我团队的成员。那就是死无对证啊，董事长。江阳一再犯错，侵害了公司的名誉和董事会的利益，还请您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是啊，董事长，还请您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1周内，总裁办务必将事情调查清楚，妥善解决，否则骄阳停止处理。真不愧是董事长啊，果然公私分明，以理服人呐。各位董事，不管这次事件是谁在背后捣乱，我作为负责人，一定会尽快的平息外界舆论，给各位董事和外界一个满意的答复。为强拆月容山庄，宏宇集团副总裁骄阳不惜动武，欺凌弱女子，威胁老员工，宏宇集团强盗开发逻辑。这什么东西啊？分明就是恶意剪辑，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对吧？我就知道是假的。这件事情如今在网上闹得特别大。今天早上，月容山庄周边发现井栏的消息被爆出之后，动植物保护协会和众多的保护志愿者围在公司楼下，说宏宇是无良开发商，利用动植物牟利，要挟政府介入，请求公司停止月容山庄的开发。奇怪了，上次猫毛事件就有点不对劲，怎么会突然有水晶恶意攻击？这次也一样，为什么每次骄阳刚刚有点成绩就出现问题？难道是有人恶意破坏？其实针对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志愿者的情绪，控制好媒体封锁消息，避免持续的发酵。这么做好歹能给我们争取点时间吧。一定有人搞鬼。山庄的监控视频怎么可能会流出嘛？除非是有内鬼。有内鬼？难道是山庄那边的人出卖了焦总？我觉得不是山庄的人。你们想啊，如果是山庄的人，他们要坑焦总，那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开发不就完事儿了吗？干嘛要绕这么大一圈的？那如果不是山庄的人，那内鬼岂不是就是在……不是我。我知道不是你，你也不怕齁死？是苏成军。苏经理。我想起来了，小新，你想想，我们被关在月容资料室的时候，我们去找锦兰的时候，还有我们接待考察团的时候，苏经理他都没有出现。可是焦总让苏经理留在山庄整理申请保护村的表格和锦兰的资料的呀。你说是焦阳让他这么做的？赵总监，我觉得在咱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先不要怀疑苏经理吧。闭嘴！严秘书，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还是忘了？苏成军是焦总同母异父的哥哥，他要是想要谋权篡位，也很正常嘛。哦，焦阳和苏成军，怎么可能？我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过？就是啊，你听人讲上说的，有理有据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和焦阳在月容，那个时候他就去找过焦伯母，当时闹得就不太愉快。不行，我得去告诉焦阳。喂，赵总监，你冷静点。蒋薇姐啊，苏经理是焦总的哥哥，
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你参加考试多久了？我给你科普一下。怎么了？焦总在里面吗？林助理，你可算回来了。焦总刚刚进去，脸色很难看。不好！刚刚财务部的小黄说，市场部的小雅说，外联部的小小说，董事会提议焦总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就要停焦总职。停职？你们围在这儿干嘛？那个，焦总，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停职而已嘛，又不是1次2次了。这种事情你也难不到我，对吧？那焦总有什么办法吗？那林助理身为金牌助理，有什么高招吗？焦总，你觉着捐4款怎么样？以宏宇的名义对动植物环境保护协会和环境保护的官方组织进行一次慈善捐助。那么这么一来呢，不仅可以挽回宏宇受损的名声，也可以向那些示威者展示我们宏宇对环境保护有着极大的热忱和决心。这都是你做的？嗯。好，就按你说的办。这样谁说的办啊？焦阳，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你大圈，担心死我了。那林助理刚刚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听林助理的指挥。我要让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看一看我们总裁办的实力。听林助理指挥，那焦阳你干嘛去？我当然是有其他事情要办了。蒋柔，你消息比较灵，你和丁丁呢就负责监测网络上的舆论动向。英俊、小新，你们负责联系山庄，拿到真正的监控视频，用作以后向外界澄清的证据。赵总监，你人脉比较广，那募捐名单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负责了。苏经理，你经验比较丰富，对接捐款平台的事你来做。好。我呢会在下班之前把捐款方案完善出来交给大家。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行动吧。等等，我有问题。像捐款平台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交给一个外人呢？我不放心。赵总监说的没错，平台这么重要的事，我一个人确实处理不好。林助理，不如这样吧，平台的事还是主要由赵总监负责，我呢协助给赵总监拿得下手。啊，那我重新分配一下。那赵总监，联系捐款平台的事就你来负责。苏经理，募捐名单你就帮忙分担一下。好。这件事呢，对焦总、对宏宇都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打起12分的精神。等这件事情解决了，我请大家吃大餐，好不好？好，加油！所以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喜欢。那他为什么拒绝我？不喜欢。那他就为了我的事这么伤心。喜欢。可是这个女人亲都亲了，还说是公事公办。不喜欢。那他那天为什么哭着去山上找我？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喜欢？请进。
赵总。这就是你说的其他重要的事情啊？最近流行数叶子吗？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表面上来看，我是在数叶子，其实本总裁是在看着偌大世间的人生哲理。算了，你没有佛缘，你不懂，你就直接说找我什么事啊，那个董事会那边回复，不会资助我们这次的捐款活动，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筹集这么大一笔款项，实在是有点困难，所以就这个啊，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放心吧，钱的问题都不叫问题，我来解决就行了。爱过，你以后要好好保养它，千万别刮花，别磕了碰了，说不定我跟他还能再续前缘。放心吧，我的车我会好好保护的。之前跟你商量那么久，碰都不让碰，这次怎么肯得爱了？关你屁事儿！赶紧打钱，少闹后悔。得，不过这车都卖了，焦总以后怎么上下班啊？你怎么那么事儿？那多少钱？回来啦。嗯。哎，你怎么穿这样？骑上摩托车了？骑摩托车挺好的呀，不无聊，不堵车，能甩能拉风。该不会是把车卖了吧？你怎么知道？你真把车卖了呀？嗨，还有一辆破车而已嘛，卖了就卖了。再说，这是林助理第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困难向我求救，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可是那是你24周岁的生日礼物，怎么可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再说了，那辆破车我早就开腻了。你看我现在穿上这一身，然后再开个摩托车，我觉得挺好的。你是不是又被我给迷住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捐款的事儿不是由你全权负责吗？不过这样确实还不够。啊？这样还不够啊？那怎么办呀？公益活动的组织最多是打消民众对环境的顾虑，但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给董事会一个交代。你知道吗？锦兰的价值其实远不止于此。据我查证，现在已经有科研团队在着手做锦兰的人工培育产业化。如果我们能抢占先机，未来就可以瓜分一大部分市场。对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悦榕的盈利问题，还可以堵住董事会的悠悠之口。等我们实现了人工培育，世人们一定会被锦兰的美所震撼。爸爸，锦兰真的存在吗？小军，锦兰可是这世界上最美的花，总有一天，爸爸会找到它，让世人为它的美所震撼。锦兰不仅仅是一种观赏类的植物，它的用途其实还十分的广泛。江阳，你知道吗？其实锦兰的用途非常广泛。现在一株难求的锦兰不仅可以实现人工培育，在未来更可以高达单枝数万元的价值。单枝数万元。虽然我相信锦兰在未来的前期前景可观，但这个价格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说，锦兰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它在医疗、医美领域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跟你说，这个前景非常可观。
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看书，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有这样的书吗？有，当然有。哎呀，焦总，你没事啊，少看点心灵鸡汤，多看点有用的书吧。也不早了，我该洗澡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说，为什么拒绝我？因为我是来自未来的。我跟你说，在我们那儿都已经2020年了，而我呢，已经33岁了。林淼，难道你真的来自未来？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啊？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你还记得在网上攻击你的那些人吗？那叫水军，在我们那儿很流行用这种手段的，你不懂。焦总，焦总，什么事？董事会认可了咱们的慈善捐款提案，说如果事情解决顺利的话，就准许我们继续推进玉龙山庄这个项目。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您就辞职。您也别太担心了，既然董事会让步了，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而且刚刚我上来的时候，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他说什么？他说，今晚我们会加班奋战，陪你一起共度难关的。哦。焦总，您今天怎么了？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小倩，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啊？那是哪个世界的？接着工作去。哎，等等！捐款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先帮我查有人。现在吗？可是我待会儿……现在去吧。林助理，你怎么来了？哦，我来看看焦总的工作进度怎么样了。那个，因为焦总给我安排了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其他的工作任务？什么任务啊？是锦兰的项目吗？这眼看就要停职了，还有功夫忙其他的事情，他在想什么呢？焦总，这是林助理完善好的捐款方案。啊，我先去看。还有，您吩咐我调查的那个事情，我会在今晚把搜集到的全部资料统筹好了，再给您过目。辛苦了，焦总。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你也别熬得太晚了。这是3天了，我在忙什么？偏和。放心，都办妥了。辛苦了。
焦总，您还没走啊？刚想走，看到你这灯还亮着，辛苦了。哎，君君，君君，小军，你怎么来了？哦，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没有接，然后我就想去办公室找你，可是你也说过你不喜欢我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从下午就开始等，没想到等着等着天又下雨了，我就去买了把伞给你，幸好等到你了，要不然你要淋雨回去了，对吧？我没事。啊，对对对，我还做了好多你爱吃的，排骨啊，土豆，有红烧小排、椒盐小排、枸杞排骨汤，黄油焗土豆，土豆。你要不要一会儿上我家一起吃啊？好。不过小军，以后还是别来公司找我了。哎，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怎么会呢？我就是最近比较忙。那你要答应我，以后你不许不接我电话，你不许不回我的短信，不许不回我的 QQ。好，我知道了。走吧。啊，那个是你同事吗？要不要我给他买把伞送过去？不用，他有助理来接。哦。啊，看来今天注定要接着加班了。还是女朋友靠谱，女助理什么的就应该被扣工资才对。是吗，焦总？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怕被你扣工资，赶过来巴巴的拍你马屁吗？行，走吧。啊，走吧。走。林淼，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什么呀？就是2个人打2把伞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我觉得2个人有2把伞却只打1把才是一种浪费吧。我帮你打。那焦总可要给我这个小助理撑好一阵子伞才能到家了。好一辈子伞？你耳朵是不是耳背啊？能把好一阵子听成好一辈子？一辈子？啊，焦总，我是您的助理，给您送伞是我的本分，请你不要再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了。哦，对了，小星说你还给他安排了任务，离董事会规定的时间只剩下2天0.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怎么还有时间去安排其他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爱讲一些不明不白的道理，浪费别人明明白白的心意。你现在好像就在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我再不明不白，也没有你不明不白。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打一把伞？不要，我不是给您送伞了吗？好。哎，我告诉你，林淼，以后我不说，不准你主动献殷勤。焦总，你的西装是高定的，不能淋雨啊。淋坏了就赖你。我。哪有什么一辈子？
陈军，我做的三明治，要不要吃一口啊？不吃了，今天公司还有重要的事。要不我给你打包一个，你可以带去公司吃啊。不用了，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哎，不是，你可以带着，下班再吃啊。报告焦总，网上的舆论已经全部被控制住了。报告焦总，未经剪辑的视频已经寄到。报告焦总，赵总监这2天在外联系的募捐人也都愿意提供帮助。做得好，现在只差捐款平台的筛选，我们就算提前完成工作了。焦总，平台的选择上，我想我还需要林助理再帮我一把。需要林淼？你昨天不是说平台的筛选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吗？是赵总监对我目前给出的信息强制度还不够满意，他说让林助理和我一起协同来完成这件事情。行，那我再给你2个小时，2个小时以内务必把所有任务完成。好的，焦总，谢谢。啊，没什么事儿，你先走吧。好的，焦总。焦总，这是您让我调查的人的资料。林伟军，23岁，孤儿，父母双亡之后就在福利院里长大，与院里一个叫陈瑞芳的奶奶交好。咋这么惨啊？他的生平、学历、籍贯等资料都已经整理在这儿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所以只有这2张在孤儿院的照片。这是最后一份调查了。小谢，你说，就是你啊，你怎么看待平行时空、时间穿越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跳，我是说，假如啊，你的身边可能有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怎么看？经过对大量影视作品的采样，穿越时空一般都是为了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您看，焦总，2003年播出的《穿越时空的爱恋》就讲述了女主角穿越到明朝，与当时的皇长孙朱允炆产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对。还有2001年 TVB 播出的《寻秦记》，又讲述了古天乐扮演的项少龙与当时的郭羡妮产生了一场情感上的纠葛。所以综上所述，一般女主角通过千万分之一的概率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与当时一名男性发生爱情故事的可能性为100%。这焦总不会是受什么刺激了吧？哎，林淼呢？焦总，您今天上午不是把他派到苏经理那边去了吗？啊。也好，募捐任务结束之后，我让你看看什么是100%的爱情。焦总，你在说啥呢？没什么。这5家平台做的统计分析没什么问题啊，赵总监是对哪里不满意啊？他可能只是对我不满意吧。其实山庄的事情啊，只是个意外，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你不用安慰我，小心翼翼，步履维艰，我早就已经习惯了。你就当帮赵总监再把关，经过你手，我想他肯定会放心一些的。行，我尽快交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在下班之前做出决定。那么我们最迟明天上午就可以提前完成所有的任务，到时候公司对你的误解自然就消除了。陈
丁从来不喜欢我去公司找他，偏要去。我刚刚听说了一个惊天大八卦，关于苏经理的。爸，这扫描件哪儿来的？跃龙山庄毕竟属于红宇，我想查份文件，还不简单的很。苏成军背着你与人勾结，而你身为领导，识人有误，到现在还想包庇他。爸，我相信苏经理，他肯定是被人陷害了。你相信他？你凭什么相信他？凭他现在的想尽办法的帮我呀！愚蠢之极。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就是不能开除他。我告诉你，苏成军必须开除。啊！苏经理背着公司跟悦榕山庄签了推倒重建的拆迁协议书。嘘，你小点声。最绝的是董事长已经知道了，刚刚找他训话，估计是想把他开除。他这是背着公司私联项目啊，开除都是轻的了。唉，据说苏经理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就去了天台。他不是想要自杀吧？要是真的，那也是他咎由自取。师傅，水已经浑了，我该上岸了。苏经理，任助理。我听说了一些事儿，你还好吧？或许，人有的时候就该认命吧。焦总邀请我加入他团队的时候，我是感恩的，所以我竭尽全力，只是为了帮助焦总完成这次度假村任务，却没想到还是弄巧成拙。以我的身份，大家怀疑我别有居心，是难免的。苏经理，你的能力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我想这次一定是个误会，等误会过去，董事长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真的吗？真的。林助理，谢谢你。苏经理，你这是干什么？请你松手，请你松手，请你松手。刚刚我一个人站在天台，望着楼下，脑子里冒出了很多可怕的念头，但是你出现了。苏经理，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你先把手松开。林助理，谢谢你这个时候能跟我说这番话，谢谢你，还愿意陪着我。没什么。焦总，林助理没跟您在一块儿吗？那个赵总监提醒我，明天要回公司去看筛选过后的捐款平台名单，可林助理现在不见人影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他助理是吗？对，焦总，这是您吩咐我去调查的那个女孩的后续材料，我已经给您整理好放桌上了。林伟军，你到底是什么人？
淼，你跟苏成军到底是什么关系？林助理，你俩认识？不认识。他从来都没有讲过他认识苏成军。不行，林淼，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林淼，你跟苏成……你认识我男朋友啊？啊？谁啊？苏成军啊。刚才有人说他上天台了，可是我来这找一个人也没有。你是不是他同事啊？他在哪儿你知道吗？14楼市场部。谢谢。哎，等等，你很喜欢你男朋友吗？那还用说？我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的。焦总，我是您的助理，给您送伞是我的本分，请你不要再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了。原来你来这儿要找的男主角不是我。小军，你怎么来了？我说了别来公司找我。我这不是看你最近没有接我电话吗？就想来看看你。我也说过我在忙。我知道，我知道。哎，林助理。好，我马上派给你。谁啊？同事。哪个同事啊？我见过吗？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他？林淼对吗？你怎么知道？他下班了吗？我找他去。林淼，够了！他勾引你还是你勾引他？你说。小军，如果你再这么不成熟、这么幼稚的话，我想我们是时候彼此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一起。
班了。有事吗？看你没回家，知道你肯定吵着要换西装。给你送来了。费心了，不过小鸡已经帮我买好了。呀，回来了，辛苦了。随时可以开会。那现在吧。走。走。非常感谢各位这2天以来的努力，我们这次募捐活动终于要交上答卷了。苏经理，麻烦你跟林助理还有赵总监对一下你们整理的捐款候选平台的资料，由赵总监最后决定得出。将善款发出，我们这一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好的。至于剩下的人呢，开始跟我准备接下来的新项目——人工培育锦兰基地的开发。我们要靠这个项目打一个翻身仗。至于林助理，之后恢复日常工作就行了。锦兰项目不用你干。什么？大会。怎么了，林助理？焦总，我最近工作上有什么失误吗？有吗？那我有说错什么话吗？有吗？那你态度为什么这么反常？怎么才算不反常？林助理，我工作上对你不公吗？没有。我私底下对你不好吗？也没有。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我反常？因为你平常不这样。我只是觉得公事公办的上下级关系对你好多好。以后上班自己打车，打车的钱记得开发票，我会让财务报给你。对，也好，划清界限，这样最好。赵总监，这2家捐助平台是经评估后确定的最适合我们这次募捐性质的平台，请您过目。各方面的数据都很接近，2选1真的挺难的。苏经理，那既然这样，你觉得这2家平台哪一家更能为宏宇带来声望？我尊重你的意见。这家。苏经理，你私签协议的事儿，我可有听说哦。我可没有焦总那么善良，我这个人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尊重你的意见，但不采纳。鱼咬钩了。手铐。你要辞职？蒋柔刚刚已经将善款汇给了由赵总监确定的第3方平台，对方也确认收到，集资捐款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我呢，也该功成身退了。是因为董事长吗？不是，只是以我这样的身份，确实不太适合待在宏宇吧。行，既然你自己决定了，我尊重你。苏经理，以你的能力，以后不管是在宏宇还是在其他地方，我相信都能一展宏图。谢谢焦总。我是苏成军，
明天就可以入职，相信未来在中青的工作一定会非常愉快。为什么不吃饭？不饿。不饿也得吃，公司的午饭是按人头算的，不吃浪费了。焦总，我一个小助理吃不吃饭这种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吧？林助理，哎，苏经理，有事吗？明天我就正式离开宏宇了，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陪我一起吃个饭吗？离开宏宇？嗯，我刚刚已经向焦总正式提出辞职了。焦总，上司的决定需要向您打报告吗？你放心，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晚上6点。你要去吗？我去不去？去不去这种事情就不用我费心了。焦总，捐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赵经理的吩咐完成了汇款，对方说明天一早就会给咱们出具官方证明，相信舆论风波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了。还有一样东西要请您过目一下。人工培育锦兰的可行计划书，你做的？是我从林助理的废纸箱里发现的。我不是说过别让他碰这个项目吗？从这个厚度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您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就开始着手了。也不知道林助理费了多少功夫。什么工作这么忙啊？你怎么感觉每天都争分夺秒呢？人的时间很宝贵的，当然要精打细算了，千万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事上。又来了。我倒是好奇，什么是重要的事儿？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浪费时间，那个事就是重要的事；你愿意在什么人身上浪费时间，那个人就是重要的人，懂了吗，焦总？苏经理，你为什么要辞职啊？是因为那天董事长的话吗？这家餐厅菜品优秀，离公司又近，是我很喜欢的餐厅。但是，我也不能只光顾这一家呀。苏经理，你跳槽了？在新的公司，我将会是总监。那恭喜你啊！我相信，不论你在哪儿，都会有个好前程的。林助理，你真的这么相信我吗？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和你认识了很久。我从来不曾想过，会有一个这么了解我的人出现。我甚至不需要说话，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我在想什么。苏经理，我突然想起来了，焦总还有点事儿要找我，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林助理，或许我今天突然说这番话有些冒昧，但是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不好意思啊，还不能答应你。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喜欢的人是我。是呗？走。骄阳，你为什么什么都要和我抢？是焦总，你这样，焦总，焦总，你放手。焦总，您这是做什么呀？是你说要划清界限的。我后悔了。林淼，我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值得浪费时间的事儿，对吗？不对。我这个人对你来说是值得浪费时间的人，对吗？不对。你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你来自未来。上次在月容山庄庆功宴的时候，你喝多了，告诉我的。焦总，酒后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呢？喝多了胡说八道。这两样东西你应该很熟悉吧？上次李美君来公司时落下的。怎么样？我什么都知道。你也什么都不用隐瞒，我真的不在乎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也不在乎你到底是谁。我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不信。焦总，我对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对工作的尊重。如果和您工作期间，我的方式和分寸让您产生了误会，我很抱歉。要不，可是你上次明明说，如果我们两个不是一个时空的……焦总，您也是个成年人，想问题理智一点。酒后的话都是假的。您说的很对，维持公事公办的上下级关系，对大家都好。你说的话我记住了。希望焦总也能记住。但没什么，我没那么脆弱。不需要替我想太多，没必要多余的问候。你要会自由。对不起，骄阳，我早晚都要离开的。与其看你失望，不如不要开始。没什么，我没那
李淼，